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vy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好，下一个品项就是面膜。首先说一个这个吧，Biologique Recherche， 这是法国的一个品牌，我其实也是近3-4年才听说过这个品牌。有很多博主说他们家的化妆水怎么好用，实际上就是一个 AHA BHA 的刷酸，会提亮吗？反正就是你知道，皮肤这种东西真的是可能就是一个玄学吧。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好用，但是他们家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买，反正属于不是很，它有他们的一个美容所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。其他的就是为什么会突然买到他们这个面膜，是去年年底他们突然在 Le Bon Marché 开了专柜，所以我去逛的时候就看到了，就买了一些他们的面膜和面霜，这是用完的第一罐。这个面膜当时sales 说的是清洁面膜，我真的没有觉得它清洁，反而是有一点补水。反正怎么说呢，他们家的东西不便宜，但是也不算那种贵到离谱，打的是这种做研究的美容院线。如果你信它就有用，你不信就不买。这个都属于几个在国内好像还比较火的面膜，一个是Nazo 的睡眠面膜。怎么说呢，它是那种很奇怪的质地，就是像果冻一样的，但是你果冻你挖了一个坑，它不会自动还原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就是你挖了一个坑，你把它放个5分钟，它就已经完全变成平的了。这个面膜怎么说呢，还可以了，蛮补水的。这个 Ioma 的也是过夜面膜，也是当时我是去做美容的时候，根据测试就学这个面膜推荐给我的。我用之后我才发现这个面膜其实在国内还算蛮火的。好用吗？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怎么说涂抹面膜，我没有觉得它可以过夜，可能不够滋润，我一般就是敷个10几20分钟洗掉。这个是 The Ordinary 的刷酸的一个面膜，好像我之前的那个空瓶我讲了，我很喜欢最像的那个也是 AHA BHA 的一个刷酸的面膜，可是在欧洲根本就买不到那个面膜，加上今年的疫情没有办法去美国，所以这一瓶就是我的平价替代。用的怎么样呢？反正用完了之后皮肤确实有变光滑，但是我感觉相比较最像来说，它刚上脸的那种感觉是，而且你也看到它的颜色嘛，是这种红红的，你就感觉好像你的脸在流血，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很刺激，所以如果你的皮肤不是很耐受的话，不要轻易尝试这个面膜。我已经是那种耐受皮完全没有。这个是我去年回国的时候买的一个积雪草的面膜，好像这种日本的面膜只有国内比较好用。我在网上看的时候，别人都说这个怎么可以镇定皮肤，很补水。我就觉得是一个普通的涂抹面膜，我没有看到任何镇定的效果。你泛红的地方敷完了还是泛红，当个补水面膜可以。只有一个 Susanna Kaufmann 的一个小样，我用过了几个这种小样，不明白，肤感也不是很好，味道也是那种不是特别的高级，我就不懂它贵的理由。它是奥地利的一个品牌，可能奥地利的小伙伴们可以告诉我它为什么会那么火。这个面膜是去年回国的时候买的，然后有人推荐的伏尔加的一个面膜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它保湿还不错，而且便宜大碗，但是因为回不了国，根本买不到。而且我现在对这种纸质面膜的热爱已经大大降低了，我觉得还是涂抹面膜用起来比较舒服，而且你涂了之后，你再做其他东西也不会感觉脸上有个东西会掉下来。接下来就是一个大头，就是防晒。我再讲100次，护肤其他的东西你可能觉得是玄学，但是防晒是一定不是玄学，而且防晒是非常有作用的。先说2个韩国的防晒吧，最近炒得比较火，有很多人吐槽要再也不用买韩国的护肤品。怎么说呢？这个东西要辩证的看吧。一个是 Clarins 的，一个是 Perito。Perito 是最近比较在风口浪尖吧，就是德国有一家机构做了现在比较火的这个防晒霜的测评，就看他们是不是真实针对他们的产品。你看 Perito 这个写的是 SPF 50 PA 4个加，但实际上最后他们做出的测评是只有 SPF 15，而且 PA 可能是达到1个加。还好这2个产品我用的时候，我一般都是在室内用。你如果出去玩，我好像在我之前的那支空瓶就说了，它不可能真的是作为一个户外的这种防晒产品来用。15确实非常的差劲，但是呢，你如果是真的想把它作为你户外的，肯定是不行的。在室内你就用，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。而且你看我其他的有些产品也都没有到 SPF 5，但是防晒一定还是要涂的。这个是我之前刚刚在黑五开箱的时候有讲过，就是这个 CeraVe 的 SPF 25的一个普通的日霜来用，但是有 SPF 值，这个很好用，而且你上妆了之后也不会跟那个底妆打架。
Oebis 的，这个是老网红了，我每次回国一般都会囤几瓶，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。它是这种涂改液质地，而且有一点润肤的这种颜色，就是如果你不想擦什么底妆，它会把你的肤色还是调到一个比较均匀的。它的问题就是它的 SPF 值太低了。这个应该是看了我之前的空瓶就知道老朋友了 ，Murad 的，我觉得是最好用的防晒。在我在发现新的最好用的防晒露，应该是一直会待在我的最爱的名单里头，既不会出现那种白色的面具，也不会很油，而且跟之后的底妆基本上从来不打架。但是它的毛病可能就在欧洲不是很好买，价格有一点偏高，但是防晒霜真的是值得投入，好用。这个是我看 Dr. Trade 是 Bioderma 的一个防晒霜，看他推荐的时候买的。我在法国生活这么多年，第一次用 Bioderma 家的防晒霜，居然一用还非常的好用。它是 SPF 50，出去玩，像我当时8月份、9月份的时候去里昂跟朋友玩户外活动的时候，都擦这个，没有任何的晒黑，而且它是防水的。像我出去跑步的时候，一般都是用这个，非常好用。我现在已经这个，我之前没有发现这个之前一直是用的资生堂的，不是安娜莎，是资生堂那个小蓝胖，也是防水的，所以跑步啊或者是户外运动都会用那个。但是这个要比那个便宜很多哎，这一罐好像才10块钱，多少毫升啊？40毫升，基本上是那个的1/3，所以这个应该会出现在我之后的空瓶里头很多次。在我在讲到身体和头发的护肤前，讲几个其他的还是有关的。这个是2个唇部用品，一个是很出名的兰芝的那个唇膜，还有是一个最像的唇膏。兰芝的这个唇膜，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的。虽然它这是也是一个老网红产品，10几年了，可是我反反复复中间用了很多很贵的唇膏，什么La Mer 的、By Terry 的。你把这个兰芝的涂厚一点，我觉得没有比那些贵的唇膏差很多。这个最像的也是我在那个礼盒里头买的，好像价格也不便宜，但是你觉得它跟其他那种很便宜的唇膏有多大的区别吗？你嘴唇干还是一样的干，其实嘴唇干主要还是你身体的水分不够，多喝水是有用的。这还有一个紧霜，我都不知道什么牌子了，也是当时买的一个盒子里头开出来的。我觉得紧霜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必要存在的东西。比如说你用的那个面霜，你多涂一点带到脖子下，或者是你甚至拿你的什么护手霜啊，或者是护肤油啊，都可以涂在脖子上。为什么要特别存在一个紧霜呢？还有，其实我是有颈纹的人，可是这并不是因为我老了的原因。你们如果看我10岁、12岁的相片，就有这么深的颈纹，所以对那些人说看一个女人是不是老，首先看她们的颈纹，我觉得都是完全不可相信的。你看我12岁，我老了吗？我为什么会有那么深的颈纹？这就是天生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有一些那种什么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老，或者是他有没有品味，那些话我个人认为都是无稽之谈。有些东西就是没法改变的。这还有2个护手霜，这个好像是我去土耳其在做那个 SPA 的时候给他们发的。这个护手霜我觉得蛮好用的，但是我估计买不到，这是当时就是在那做 SPA 的时候他给的一个护手霜。这个呢就是 Clarins 的，我今年年初的时候买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版本，我纯粹是因为它比较可爱。这个护手霜其实我用了很多罐，你要觉得它有多好用呢，也没有多好用。你要说它不难用，它完全也不难用，它的味道就是典型一贯的 Clarins 那种，不是太香，但是有一点味道的。护手霜这种东西就随便买吧，有些人会花很多钱买那种非常贵的那个护手霜，我也买过，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它比那种便宜的护手霜让对你的手滋润多少，至少这是我的感受。好啦，在脸上用的所有东西基本上我都讲完了，已经很大一罐了，现在就要进行到头部了，或者是日常用品啊，这有几支应该也是看过我频道的人都知道，那个 Regenerate 的牙膏，在我在发现比这个更好用的牙膏之前，无限回购，一直会用。头发首先讲2个还是老朋友 Nina Grey 的头发，一个是他们的玫瑰油，再一个就是那个蜂蜜的洗发水。实际上我还有2瓶洗头皮的，可是当时放在洗手间里头空瓶了，忘记拿出来，然后阿姨来做清洁的时候就把那2个瓶子扔了。其实有阿姨也是促进自己要有一个好的习惯，如果你想做空瓶，不要把空瓶子就放在那个洗手间，阿姨会给你扔掉的。这个油应该以后再也不会再出现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Nina Grey换了包装，可是让人生气的是，它
换了包装，它也提了价格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一瓶是60毫升，然后以前的定价是40多块钱，然后现在它换了那种滚珠的，就让你很容易涂到头皮上。我觉得这个改进是好的，可是你不能改进，你就把价格提高了。现在的价格是什么？好像是20毫升就20欧。你看它价格不是提高了很多吗？以前60毫升才40欧，现在提高了将近1/3的价格。我还没有买过那个包装，因为我现在买了一个另外的滋润头皮的一个油，用完了那个我应该还是会用回这个，但是我要表达一下我的不满。你怎么能提高价格呢？这个蜂蜜的不用说了，味道很好，而且让你的头发也很滋润。还有洗发水，就是这个 Christine Robin 的玫瑰膏，洗头皮非常的好。你如果想让你的头皮不油，一定要用 Christine Robin 家的那个海盐，可能我觉得太刺激了一点。玫瑰膏是很好用的，而且你用量真的不会很多，我差不多是半年才1瓶。这个是 Fanto 的 ，Fanto 也是一个很出名的法国的护理头发的一个品牌。像我洗头吧，一般都要用2种洗发水，洗头皮一般都是 Lina Grey 的洗头皮，然后发尾或者是中间就用其他的品牌，所以也用过很多开价或者是稍微便宜的品牌。我觉得对头皮的护理更重要，其他的地方就随便用其他的。但是这个呢，它就是 Voluminize， 就是让你有蓬松的嘛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。这个是也不知道怎么留下来，就是当时自己染头发的时候用的一个卡尼尔的染头发东西。之所以我会留下来，我是觉得跟它的主牌欧莱雅比起来，我没有觉得它比较难用而且头发染了之后还蛮均匀，也没有觉得头发有伤害。这个是 Philippe Inglesy 怎么念 Inglesy 的一个护发素，这家东西没什么感觉，很爱出现在各大盒子里头。可能是卖的不怎么样才会这样。这有2个护头油，一个是卡诗家的黑瓶，还有一个是韩国的某一个品牌的，这个是去年我回国的时候好朋友送给我的圣诞礼物。它的味道其实蛮好闻的，是有那种人参味道的，所以你一开你就知道是亚洲的护品。但是比起卡诗的这个黑金来说，涂第1天没什么感觉，可是第2天你又感觉头发会变得很油。可是卡诗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它对你头发会油？而且我用过卡诗家的粉瓶、白瓶、黄瓶，用下来还是黑瓶是最好用的，而且味道也很不错。这2个都是玻璃瓶。再接下来就是一些洗澡的产品。首先要重磅推荐我很喜欢的法国的一个品牌，叫 Fragonard， 这是一个香皂盒。而且打开了还是非常的香，这个是茉莉花味的。我其实有段时间很喜欢买香皂，而且寻遍全世界，就有各地，不管是出去旅游还是出去玩的时候，都会买1-2块香皂。而且也看了网上很多评论说哪家香皂好，反反复复，最后我还是觉得法国的这个牌子是最好的。它的香皂洗到身上非常的滑，而且它的味道一般都很持香非常久，就是你把它放在浴室里，它的味道会不停的散发，就好像你放了一块什么香薰在那儿。这块这个茉莉花，我记得当时你洗完澡，你把它放在那个浴室里头，你之后去刷牙什么，你还是可以闻到它非常疗愈的味道，很推荐 Fragonard。这有2个欧舒丹的，都是沐浴油，这个就是我要吐槽的，它实际上是这种，它的名字叫 Shower Shake，你必须要把它摇匀之后才能用，它一半是油，一半是白色的乳液。比起这种纯油的来说，它的质地太轻了，你抹在身上感觉像抹水一样的，不推荐。它有一个跟它瓶子一样的，也是杏仁味的，但是是沐浴油，不是这种需要摇的。我喜欢用那个。如果你不太喜欢那个杏仁油的味道，你就换这个。我其实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，反正就是没有杏仁那么强的味道。我个人还是蛮喜欢杏仁的，所以我这2个经常都是混搭着买。这还有一个就是 Ritual 的一个，好像是他们的夏日的限定味道。Ritual 家你能知道，就是它打出来就是很绵密的那种泡沫。这个夏日的这个限定味道非常的好闻，很夏天有西柚。我一般因为以前出差的时候很爱去阿姆斯特丹嘛，阿姆斯特丹你知道就是他们 Ritual 家的老板大本营，我一般会在机场囤还买蛮多这个沐浴的。但今年完全没有出差，所以就买了其他很多乱七八糟的。另外几个呢，都是跟我泡澡有关的。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找到我理想中最好的泡澡的。我理想中好的泡澡的是泡沫很丰富、很绵密，而且可以持续很久。如果你们觉得你们有推荐的
请留言。但是我自己真的是没有找到。这个是一个浴盐，就是我在亚马逊上随便买的，没有什么感觉。浴盐嘛，就是你丢在水里头，它化了，没什么颜色，你感觉好像对皮肤有一点滋润，仅此而已。这个是 Le Petit Marseillais 的一个不含皂基的一个沐浴露，但是我用它来泡澡，感觉因为它含芦荟嘛，你泡完之后你真的觉得身体滑滑的，但是它的泡沫不是很丰富，而且泡沫那个很粗，就不是很细腻，而且它本身就不是用来泡澡的，它是一个沐浴露，但是我只不过是因为觉得它含芦荟，所以我就把它用来当我泡澡的。这一个是专门泡澡的，我也是在超市买的，它是蓝色的，味道也还蛮不错，就是那种海盐。但是而且它泡了之后，让那个水啊都是蓝色的，还看起来很舒服。但是它的问题是泡沫很丰富，可是泡沫不持久，就是等你泡进去，可能5分钟、不到10分钟，那泡泡全部不见了。可能你们也会跟我推荐那种 Lush 啊，或者是其他有一些做香薰品牌的那种沐浴球，我不喜欢那个，除了把水的颜色变漂亮，没有任何的泡泡。而且有的东西会堵塞你的那个下水管道。我以前很爱泡Lush的时候，我每次那个下水道都要用那种疏通管道的那种东西让它不堵，因为它经常会存在一些什么花瓣的。自从有了那样的经验之后，我发誓我不再用那样的泡澡东西。好，终于讲到最后一个了，就是如果你们看了我黑5的开箱就应该知道了，这就是 The Laundress 的洗衣液，很好用，而且让你的内衣散发着一种高级的味道。好啦，今天讲了这么多，用了我的新相机，希望那个效果还不错。顺便说一下这顶帽子，为什么我会戴这顶帽子？我又觉得这个帽子好看，但是因为我录视频都是在家里录，也没有办法秀给你们。这个帽子是2年多前，应该是2018年的不到冬天的时候买的。然后因为实在是太喜欢了，你们看这个下来应该知道就是 Acne Studio 的。然后去年又买了他们家的灰色的。然后上个礼拜不是黑5嘛，去逛街的时候又看见他们家的香芋色的，试了之后差点准备买，然后就说我为什么就不断的买同一顶帽子了，最后忍住了我自己的购买欲没有买。但这个帽子我还是蛮喜欢的，我的头算是比较大的了，戴起来还蛮不错，而且很保暖。说了一大堆废话，希望今天的空瓶2020年的空瓶，你们从中能够找到1-2样对你们有用的产品。好啦，拜拜。